死去的第1周年、死去的第3周年，都会准时去往一个地方接受审判，前后要审10次方可投胎。这可苦了在阳间的儿孙们了，因为去世的人天魂与地魂还留在人间，人魂如果在生前不是大功德的话，就要请和尚道士来做法事度化亡灵，让阴间的亡灵早日进入轮回投个好胎。之所以要死后3年才可以审完一个人，这倒不是阴间的这10殿阎王效率慢，而完全是因为儒家要求死者的儿孙守3年的丧的缘故，连带着阴间的鬼神也不得不按照世俗的礼仪，等到死者去世3年才可以接受第10殿阎罗王的审判。一般人死后第7天会进入第1殿，这里由秦广王主掌，由阴司鬼差将死者的亡灵带入殿中一个巨大的铜镜之前，这个巨大的铜镜之前名为孽镜台，可以照出死者生前所做之事。如果这个人身上无半点罪恶，就直接送往西天极乐世界；善恶参半的，按照罪孽的大小直接送到第10殿投生，进入6道轮回；罪孽深重的，而且经常作恶的，则被送往各个殿里受审。到了第2个7天，死者会去往第2殿，这里有楚江王掌管。那些犯下欺占土地、伤人肢体等罪孽的死者会在这里进入火打地狱。到了第3个7天，死者会进入宋帝王掌管的第3殿，那些欺师灭祖、背信弃义的鬼魂会在这里进入黑省大地狱，受尽挖眼倒吊之苦。到了第4个7天，死者会进入武官王掌管的第4殿，但凡偷税漏税、诈骗赖钱的，都会在这里进入河大地狱。第5个7天，死者会来到第5殿，这里由阎罗天子所掌管。这一殿的主神是我们中国民间流传最广的阎罗王。阎罗王本来主掌第1殿，因为可怜冤死之人经常放人还阳复活之后申冤，所以被调配到了第5殿之中。这一殿将出现一个地狱之中著名的景点望乡台，死者会在此时回望家乡之中儿孙的行为，看看自己的善行作孽之后为自己的儿孙带来的善报与恶果。这里算是地狱比较温馨的一个场景，可以一解思乡之苦。那些不信因果、阻人善行的死者会在这里被打入叫唤地狱，受尽勾心蛇咬的痛苦。人在死后的第6个7天会进入第6殿变成王处受审，那些怨天尤人的人会在这里进入大叫唤地狱。不过这第6殿还有一个出名的地狱景点，名为枉死城。枉死城这个地方是那些阳寿未尽但却已经死的人所建立的，所谓天道之功，那些阳寿未尽的死者因为还有阳气在身，所以不能够接受审判，也不能够进入轮回。一般那些因为突然的意外而死去的人会来到这里，在这里这些死者会过上和阳间一样的生活，也会行善作恶，等到阳寿尽了，他们就会进入阴司受审。但不用担心阳间家人为死者烧的纸钱会流失，阴间还很贴心的专门设立了库官来管理死者的财物，等这些人阳寿尽了，出了枉死城，依然会领到这些钱。在阳间，死者的家属会为这些枉死之人做破城的法事，希望这些枉死的人能够直接进入审判，早日的进入6道轮回。这种法事佛教、道教都有各自的方法，一般在地藏菩萨庙中或东岳大帝庙中有这种法事。在人死后第7个7天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末期，死者的灵魂